近期在台湾等敏感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的立陶宛召回了其驻中国临时代办。有外媒报道，其办公场所看上去已人去楼空。立陶宛方面渲染称，担忧相关人员将失去外交豁免权，若持续待在中国，人身安全堪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所谓立陶宛驻华机构人员担忧自身安全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而立陶宛国内政局正剧烈动荡，美国制裁白俄罗斯，立陶宛急于表忠心，反而砸到了自己的脚。立陶宛总理在唱了一出总辞的苦情戏，并找到背锅侠之后，又厚着脸皮留了下来。与此同时，立陶宛防长又跑到美国，竭力祈求美国垂怜。立陶宛外交部周三表示，已召回驻中国临时代办回国述职，驻华大使馆的工作暂时远程运作。路透社报道称，19名立陶宛使馆人员及其家属已离开北京，飞往巴黎，理由是所谓的安全顾虑。曾经的立陶宛驻北京大使馆周三空无一人，敲门或打电话都没有人回应。11月18号，立陶宛不顾中方抗议，允许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21号，中方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26号，中国将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代办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政府要求立陶宛驻华人员将外交人员识别证交给中国外交部，以正式将其身份降级。立陶宛方面渲染称，担忧相关人员将失去外交豁免权，若持续待在中国，人身安全堪忧。就立陶宛召回驻华临时代办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回应道，针对立陶宛违反自身在中立建交公报中所做的政治承诺，公然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行径，中方已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正式召会立方，决定将中国驻立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所谓立陶宛驻华机构人员担忧自身安全，以及中国政府禁止中方雇员为立驻华代办处工作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障外国驻华外交机构馆舍和人员安全，保障包括立方在内的各国驻华外交机构正常开展工作。立方也从未向中方提及自身安全有什么问题。立陶宛方面炒作子虚乌有的安全顾虑，试图吸引欧盟关注并施压中国。金融时报称，在被问及该问题是否值得来自欧盟的回应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三表示，立陶宛外交人员及其亲属回国是立陶宛当局的主权决定，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最有利于其使团和工作人员。此前，德国主流媒体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称，愚蠢的立陶宛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所能接受的范畴。评论还称，立陶宛政府为讨好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自私而狂妄的决定，绑架欧盟的对华政策，完全不顾及欧盟盟友的利益。立陶宛国内包括这个欧洲内部，关于这个是不是跟着美国在这个从叙事层面上不断的挤压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的立场或者红线，实际上是做一个马前卒的，存在很大的争议。11+1他认为得到的好处不够多，中国的投资好像没有他所期待的。那么现在台湾呢诱惑我，美国还说我要给你6亿美元的这个补贴，美国人说那个6亿美元，后天马上到账的，他反正就是一种空头支票，先给你开着。对于立陶宛外交人员仓促离开中国大陆，台湾方面回应称，台湾将在善意循环下深化与立陶宛的经济关系。台湾方面还渲染称，台湾会支持立陶宛面对所谓大陆恐吓。实际上，随着立陶宛政府站到反华第一线，该国企业日子就不大好过了。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9月曾报道，中国公司正取消与立陶宛方面的贸易合作。立陶宛一乳制品加工商负责人坦诚，台湾地区在市场规模上根本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比，无论是台湾还是其他任何小市场，都无法取代中国大陆。立陶宛开始说呢，中国的投资不如预期，我跟中国的贸易好像也不是太多所以他才能够胆敢的挑战这个11+1也好，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呢，他低估了中国的影响力，不是在于两边的这个经贸关系。就是中国现在在全球话语权跨国公司，因为它需要中国的市场，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利用中国市场的巨大的潜力，给这些跨国公司讲很清楚，你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要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那么你就是在立陶宛也好，你就要考虑考虑，
所以这个立陶宛真正感觉到痛了。而四处挑衅的立陶宛政府内部正在动荡，为此，立陶宛总理还唱了一出苦情戏，并成功找到背锅侠。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当地时间周二宣布，经过他深思熟虑，已驳回外交部长和交通部长的辞呈，两人将继续留任。与此同时，立陶宛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将因受美国制裁的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继续通过立陶宛运输而辞职。西莫尼特还强调，他的政府不会下台。此前一天，西莫尼特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排除整个政府辞职的可能性。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交通和通信部长马里乌斯9号曾递交辞呈，声称要为受美国制裁的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继续通过立陶宛运输而负责。美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等企业采取的制裁措施于12月8号生效。立陶宛国家铁路公司曾与该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每年能获利6000万欧元。如果停止运输白俄罗斯货物，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不仅将失去约1/4的货运量，立陶宛克莱佩达港货物吞吐量也将下降30%左右。在立陶宛不断挑衅中俄的前提下，中俄通过克莱佩达港的货物量已经大减。如果失去白俄罗斯的生意，将让立陶宛损失惨重。除了动荡不安的国内政局外，立陶宛还在为边境安全担心不已。近期俄乌局势紧张，俄军重兵集结于乌克兰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立陶宛总统12月9号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邀请美国在该国部署永久性部队。美军今年8月起在立陶宛参与驻军，但目前属于轮流性质。为让美方同意驻军的请求，立陶宛防长阿努绍斯卡斯周一抵达华盛顿特区，开始访美行程。美国防长奥斯汀周一大赞利政府对中国的坚定政策，吹捧该国是区域民主灯塔。奥斯汀还承诺向立陶宛出售武器，双方签署互惠防务采购协议。被戴高帽的阿努绍斯卡斯也忘乎所以地拍马屁说，身处自由世界的首都真是太好了。立陶宛召回驻华临时代办，路透社却引述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19名立陶宛使馆人员及其家属离开北京是因为所谓的安全顾虑。这种说法靠谱吗？这件事情呢，明显的就是一个立陶宛政府在自己导演的、自己编写、自己导演、自己演出的一个政治闹剧。现在呢，这个立陶宛驻北京的使馆所有人人去楼空，找了一个非常搞笑的理由，就是他们担心人身安全，甚至还提出呢，担心这个他们驻北京的使馆的这个要被断水断电，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这种非常滑稽而且是非常低劣的这种借口呢，恰恰反映出立陶宛当局搞这场闹剧是要摆脱自己的困境。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目前立陶宛国内呢正在发生一场政治动荡、政治危机。目前包括外交部长在内2个部长已经辞职，而且政府总理也公开表态说，弄不好我们整个的政府都得辞职。原因呢很搞笑，就是当立陶宛向美国送了投名状，这个充当美国挺台独的马前卒，这个踩了这个中立关系的红线之后呢，美国不仅没有奖励立陶宛，反而呢进一步的就是要制裁立陶宛与白俄罗斯有这个交易关系的这个企业。因此呢，在立陶宛国内呢，实际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就是说美国的这种长臂管辖管到了这个立陶宛，但是立陶宛刚刚为美国出了力，却遭到了美国的背后又来一刀。这个是目前立陶宛国内局势出现动荡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这种原因之下，立陶宛当局不思悔过，反而变本加厉，要转移矛盾，就利用这个中国跟立陶宛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紧张态势，进一步的炒作。往地下一躺就开始闹起来，就是说啊，我现在人身受到威胁了，我现在要断水断电了，利用这种滑稽的搞笑的这种借口，开始呢要制造更大的矛盾。
那么一方面呢，要转移立陶宛国内公众的这种注意力，因为现在公众呢在注意的是国内的政治危机。如果说呢搞出这么一件事情来，你看这个我们的外交官都不能受到维也纳公约的保护了，要受到威胁了，所以我不得不逃离北京，闹出一个这个闹剧的时候呢，是想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再有一条呢，就是我顺着美国的意图，在台湾问题上走了一步，那么现在我要跟美国再跟北京再闹一场，美国就应该再帮助我一下。那么果然呢，就是说立陶宛这么闹了一下以后呢，美国马上跳出来说啊，什么北京在搞这个所谓的这个裹挟外交。实际上这种闹剧本身呢，根本就不值得一驳，因为我们都知道，外交行业是一个各行各业当中最讲究对等，也最完整的设置了对等机制的这么一个行业。比如说，如果我们对立陶宛驻北京的外交人员断水断电，难道我们中国政府就不担心我们在立陶宛的外交人员也被断水断电吗？因此，这种就是想都不可能，就不要说做，连想都不可能做的事情。好的，也谢谢杨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